下面那些田啊、地啊、水稻啊，都是你种的？是的。就你们2个老人家种的？啊。没人帮忙吗？过来就我们喽。那里有7、8分田呢。1没个嘞。铁匠、木匠、泥匠，还有瓦匠，做功夫，所有的功夫都能来。哎呀，这爷爷厉害。走遍周遭百里山林，唯有这一处老屋，守着整片无人打扰的山野，安静度日。通往大山山顶没有平整大路，只有原始泥泞的碎石土路。这天烈日当头，我们顶着骄阳徒步几公里，才抵达老屋跟前。曾经规模不小的古村，现在只有2位年过80的爷爷奶奶常年居住。他们的身子特别硬朗，十分勤劳能干，80多岁依旧能下地劳作，养鱼、养黄牛。爷爷还种着1亩多的水稻，并采用最原始的方法收割。我们在与奶奶的聊天中得知，爷爷竟顶着40度的高温在大山里劳作，甚至连午饭都没有回来吃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在这片僻静的山坳深处，这2位爷爷奶奶依旧守着古朴的农耕生活，每天与家狗相伴，过着清静的山居生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兰，祝大家朝朝瑞，岁岁安兰。今天我们又来寻幽探古啦。在我的身后，我们发现了有新架设的电线杆，所以我们停下脚步，用无人机探寻了一下，发现里面有一栋房屋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在此居住。那么好啦，现在就让我们徒步走进去看看吧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醴陵。在开车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看到有一条小路进来，而且旁边呢也有电线杆，所以我们走到这个山的入口处啊，这个路面呢看起来还挺不错，但是车子开进来还是不安全，所以我们把车子停到这个大山的口子边，准备徒步进去。这个地方刚刚我们用无人机简单探寻了一下，上面是看到有房子，但是无人机又不能飞得太高，现在就是最多120米。我们只能是走到山的顶上去看一看。既然是寻幽探古嘛，那就步行慢慢往前走吧。旁边的这里你看，栽种了很多这种茶子树，到了11、2月份就可以采摘茶籽。榨茶油。今天温度不是一般的高，看这个山里面这个山泉水啊，哎呦，真的充沛啊！这个路上都是这么大的水流了。这个路上看起来是有人经常会进来，而且在山谷的入口处还架了一个铁门，不知道是不是养殖户啊？前面有倒塌的泥土房，这样看来以前这里面是一个古村落嘞。这个新电线杆还是在往里面走，但是这个新电线杆上面没有那个电池在上面做固定啊，这里有一个。我们先看看这上面是完全倒塌了还是有人住吧？我们先上去看一看。哇，这里是片桃林呢。哇！不过今年雨水太多了，所以这种瓜果蔬菜都不是很好，结的果子不多，尤其是桃子树，基本上都没有桃子。我们看一看，哇，这房子彻底倒塌了。现在我们就是
四周都是山。我们在这个山谷里面啊。现在我们继续往山顶出发吧。前面好像我们看到有摩托车来嘞。哎呦，难道这里面还有人到这里面砍树吗？或者是放羊？但是这个时候也不是放羊的时候啊，温度这么高，牛也要躲阴啊。应该是到山里面来干活的来了。看一下是谁到这个山里面。还是辆女士摩托。没看到主人。这是山泉水管子破了。这个瀑布好漂亮的。哇！哎呀，没法下去。这上面只有2根线。而且到这个位置呢，就是一根线了过去，所以上面肯定不是养殖场，也不是很多人住在这上面，应该就是老年人住在这上面，普通的居民用地。幸好这一段路还比较阴凉，要不然真的热得受不了。现在是下午的2点。哎呀，正值热的时候，哇！这里又看到了一辆摩托。哎呦，这是到上面干嘛的呀？啊？寻宝的吗？这是辆男士摩托，这里一条小路可以下去。这里面好阴凉哦。也有一个瀑布在下面。所以以前住在这个山谷里面的人应该还不少。这上面应该是个古村落来着，应该都是很多人山路不便，上面条件艰苦，都搬到山下去了。这里路面应该是不会打水泥路了，就这样了。等我一下。好热。正好是在太阳最毒辣的时候爬山。我们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。这资料唱的啥？非晒死，非晒死，对不对？哎呀！四周都是山，所以无人机到这个山区，尤其是这个山谷底下飞120米，根本就飞不到太高，而且呢，山顶上的东西，山顶上的建筑啊，也只能看若隐若现，能够看到一丁点。我们是走1/2的路程，然后停下脚步。再用无人机探寻，这里呢就看到上面是有一栋李土房，到时再看看李土房旁边还有没有房子，走一节看一节，加油啊！你往前走吧，走一节，我们再找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。还有多少公里啊？还有1.5公里样子，加油！走不动了，连绵的青山，哎呀，然后在这个位置，又是一个山谷里面的溪水，哎呀，要是这里能下去洗把脸了，真的好能解滑的。这上面应该以前的稻田了，
因为这里算是比较开阔了，在这个山谷里面，这里肯定是种了好多水稻的。现在看看这里还有没有人种植。这里还有牛或者是羊的脚印。这里应该还是养的牛和羊哎。这个新拉的电线肯定是有人住。哦，看前面是什么？终于看到房子了。那里还种了水稻。看。真的。哇，这个山顶上还种了这么大面积的水稻啊！这里差不多接近有7、8分田了。这个泥土房都还做了一点点修缮，这里还围起来了。这里应该是防止牛或者羊跑到这里面吃水稻了。我们看看，这个水稻还等个1个月左右，1个半月，应该就可以收割了。不过山里面的温度要低一点，可能要接近2个月吧。这个泥土房看上去没有人住了嘞。这四周就只看到一灯孤零零的泥土房。不过那个电线杆还是在往里面走，里面应该还是有人。我待会儿再走进去看一看。这一片应该以前有好多房屋的，不过都倒塌了。这上面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。这里上面看看，好多红枣树。这里还有晾衣架，看样子这里人搬走的时间也不长啊。看看这个泥土房，哎呀，有人住吗？哎，这看上去是有人住哎。看这里都有人住。它这里面好干净的房子里面。这里只不过是上了锁，有人住，应该是。好大的裂痕。上面都还有结婚的照片吗？你看，哇，这上面还有毛巾，这上面是有人住的，但是看上去应该是出去了吗？还是去其他地方了？不过这个房子渗水很严重啊，这里都开裂了上面的瓦片要检修一下了。这上面电表都还在走字啊，都还是在用啊，还没有完全废弃啊。因为这里看里面的房间搞得干干净净，被褥、厨具、灯泡。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竹席，是不是以前晒稻谷啊、晒玉米啊，或者晒红薯啊、晒花生啊，都可以在上面晒呀。站在这个地方，你看看前面视野啊，真的还是比较好。这里的风景啊、阳光啊、空间啊，都独一无二。在这上面要是做养殖，在这里修身养性啊，这里养老还是真不错。只要把这条路面啊修缮一下、维护一下，还是不错的。小车子开上来没点问题。当然，前提条件是经济自由，有财力支持。哎呀，我还以为这个泥土房没人住，但是看起来是有人住，只不过看上去目前是没人在家，或者是这里是以前的村民回来偶尔小住10天半个月，或者是1个月。好吧，我们接着往里面走，跟着那个电线杆再往里面看看。刚刚用无人机这里也飞了一下，看看里面还有一栋红砖房，我们走到那里面去看一看。这个电线杆拉进来应该也就是3年左右吧。 而且那个山的顶上
也有一栋房子，而且那栋泥头房墙面还做了粉刷，就跟我们去其他山里面看到的泥头房差不多样的格局和装饰。不知道那上面有没有人住，待会儿看看能不能碰到这里的当地居民，问一下看看整个这一片还有多少人住。这里还种了好多菜耶，这里应该种的是南瓜吧？哇，好大一个南瓜嘞！这是专门搞了一个小板凳。这个南瓜好大。这里种了好多菜，你看。所以这里肯定是生活的有人的，应该是老人家住在这里面。你看这里还有耕田的机子，地面上有牛的脚印，这条路还是比较稀烂。这里种的有红薯，这里也有一个南瓜。对啊，好大好大。这个南瓜都是本地南瓜，种的有豆角、红薯，然后这一边呢，也种的有水稻。这前面应该是看到没有房子了，这里应该是通过这条小路可以走到那个山顶上去。那个山的顶坡上面还有一栋房子，刚刚通过无人机看到。电线杆好像就到这个地方截止了，好像没有往到山顶上去了，应该就只有这一户人家了。这里还有一些废弃的红砖，当初这里盖房子应该是需要点成本啊。这里看到了2层的水泥砖房，后面还有一个泥土房。对，合在一起的。这里还弄了一个池塘，哎，里面也养了好小小的鱼。养了好多鱼吗？哦，是哦。应该不是草鱼，它那个体型不像。这鱼还蛮多的嘞。但是这个水好浅，不过这个山里面都是山泉水，所以要浅一点。太深了，这个水太冰了。对，水太冰了就不利于这个鱼的生长。这里看上去应该养的是草鱼，因为上面堆了好多草。它就是以前的水稻田，把它稍微弄了一下就可以养鱼了。就是这上面还不错啊，水稻、瓜果蔬菜、鱼，什么都有，这样子完全是自给自足，野生的东西随时都可以吃。还有狗啊！哇，好多狗啊，4、5条狗啊，又是汪汪队哦。楼上还有好多狗。但这个房子修的还挺不错的嘞。哎呦，哎呀，奶奶你好。奶奶您好。你一个人在家？这狗不咬人吧？这狗应该是不咬人。哎呀，奶奶你好。我带小孩子出来玩。奶奶您好。哦，对，玩喽。就你一个人在家？我只有一个人在家。现在就你一个人在家？哦，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啊？哎呀，养这么多狗咯？全部是在外面捉的，还是自己的狗下的狗崽咯10几个嘞。全部是自己的。哎呀，养这么多狗啊！你这房子修了多少年啊？是您的。你这房子几10年了？ 30多年了。30多年了。
啊，这房子还30多年，这房子保养的还挺好的。这以前全都是水田的，上面还种的丝瓜还是冬瓜呀？好的好的，你不穿鞋子吗？哦，穿鞋子啊。好好好，慢点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哎呀，啊，你可以走是吧？啊，对。啊。哎，你慢慢走，不你急。下个饭了没啊？我们吃过饭了。饭了。吃过饭了。啊。到下饭去，把饭这个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不用麻烦，我们已经吃过饭了，我们只是走到山里面来玩一玩。啊。啊，这个小狗狗不大，都小狗仔。哇，这里还有泥头房啊！哎，我说这里还有泥头房啊！各位，这房子是你的啊？是个嘞。哎呦，这个房子应该有60、70年了啦。啊。上面还是不锈钢雨和金的门呢。啊，你这房子修得好漂亮的嘞！啊，你这房子修得很好。对，好的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你这房子里面好凉快哦。哎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你坐。你们生的不有走的。啊，你坐。我以为这个水泥房里面会很热，没想到你这房子还那么凉快。啊。可能这山里面的温度会低很多了。来了，你坐了。哎呀，热死了，我们也休息一下。哎，不用，我们带的水。来，我们带的水，你看，我们带的水。啥都不讲。啊，不用，没关系，不用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这来噻。啊。我这个茶人没才不去晒不参加。哎呀，谢谢，太热情了。你的冰箱怎么搞上来的？这条路那么难走。他是拖上来的呀。车子拖上来的。啊。哎呀，这别人送货到家吗？送过了，我自己搞的那个嘞。自己搞上来的。啊。用那个拖车了。这狗的前肢是怎么了？你待会问一下奶奶了。它是2条腿都受伤了，后腿好像也受伤了。兄弟。啊，谢谢。我这个茶又不能讲，以后也得干。啊。谢谢奶奶。你这个茶与众不同是吧？我不能嘞。啊，这是里面有什么？里面呐。啊。中草药啊。啊，有中草药。啊。我喝一点，你看。的确是。是的。一股淡淡的香味。我吃到了薄荷的味道。好，里面有薄荷味。有。这是天然的薄荷吗？还是说搞的薄荷粉呢？弄过。啊，自己摘的。啊。哎呦，那你在山里面这么多中草药啊？中草药有哎。哎呦。老人家你贵姓啊？我呢？啊。我的姓李。姓李啊？哦，那你有80岁了吗？有哎，80几大概是。80多啦。哎呦，身体这么好。那你这些中草药都是你自己去山里面摘的？我的做过嘞。啊，自己种的。自己种的。哎呦，那你自己种地都还能种吗？80多岁了。老个86的。啊，你的老伴儿86，也就是爷爷86岁。啊。哎呀，你这么高寿啊，身体好。哎呀，这个好喝，这个茶的确是好喝。哎，我就是晒不懒专家。谢谢。加了进了去。看看，好喝吗？好淡淡的香味。
非常好喝，解暑解乏。那这个上面全部都是你们自己做的了，上面的这些吊顶。自己搞哦，都是自己搞。啊，全部爷爷一个人做啊？铁匠、木匠、泥匠，还有瓦匠，做功夫，所有的功夫都能来。哎呀，这爷爷厉害，那你就帮忙打下手。我咯，加薪我，加个工人。这现成的是吧？奶奶很谦虚。这个房子看不出来，有30多年了，保养的挺好的。那就是你们俩老一起相互协作，相互在一起，白头偕老了。是的。从结婚到现在，能够一直白头偕老，也是很不错的。很多人想都想不到啊，身体好比什么都好。过是年纪这个身体就不好。不管80多岁，身体都还有这么好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可你有牛不？没看到牛。多个啦。那个门是开着的，那个铁门。哎，个铁门开的，关开了没哦？没关，是开着的。那待会儿不就爷爷要把牛赶回来？不用管，他自己会回。我这铁门不关，他就都下的这个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从那个口这边进来的时候，那里也没有看到牛啊。两层你知道？那应该是到这个山顶上。我待会儿下去的时候，我就给你把铁门给你关起。现在这上面就只有你们2个人住了吗？我刚刚看到山顶上那里还有一栋房子哎。说你啊？啊。有你都在说你啊？没有上去，我只是刚刚看到上面还有一栋房子。他的叫你叫俺是一你就不可能，他就那个屋子里。啊，去年还有人住。但是今年就没人住了。叫你叫俺是一你接那个。啊，去年9月份的时候过世了吗？还是说搬出去了？好啦。啊。在家个在那在这6人的人。啊，他的儿子接他出去享福去了。哦，因为我看到上面那个房子还蛮新的，上面还粉刷了，外墙，应该也是泥土房吧？泥土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阿兰，我们里面有蜜枣和那个面给奶奶吧？对啊，给奶奶吧。我们到这里玩，拿的蜜枣。什么东西我都不吃。你不吃啊？我们拿的蜜枣来尝一尝。不吃，外星的东西我都不吃，骗你买的东西什么我不有，哪个去？哎呀，你是不吃外面的东西，还是说什么原因？你是完全不吃外面的东西是吧？不吃外星的东西。你吃的东西都是自己种的、自己摘的。就咱们外面买的这些去外面买这些零食啊，都不吃吗？别人买个东西，搞附近就买个东西都不好吃。就自己种点瓜果蔬菜，自己吃，种点吃点。也还不错。下面那些田啊、地啊、水稻啊，都是你种的？是的。就你们2个老人家种的？没人帮忙吗？过来就我们喽。那里有7、8分田呢。1亩多嘞。1亩多田呐？就你们2个老人家弄啊？你们2个老人家种那么多水田，你们都80多岁了，还干得动吗？叫他尿不做弄点家的嘞，还不等于家嘞。对的，主要是房子冬天给他了，冬天吃草了。估计这里到了晚上会很凉快。那我没拿其他东西。那等一下。什么都不有了。可能你山里的东西比外面东西还要好一些，天然的、无污染的东西。那你自己种了一点西瓜咯、梨瓜咯、黄瓜咯这些咯？搞附近你做烂嘞，外国混了头。一下个去空气加个去。有好多虫子是吧？那就只能是种点自己的菜，种点菜吃。然后就刚刚路上我看到有南瓜，再就有点豆角，一点辣椒，还有丝瓜什么的。爷爷呢，在睡觉吗？没啦，外星人。爷爷去外面啦。他走路出去啦。哇呀，这么热的天喽。
去捏北京的。他是去赶集的吗？还是干嘛？呀，这里给年轻挖金去了。挖金啊？挖那个黄金吗？这个时候去挖金，爷爷86岁还去山里面去挖黄金啊！哎呀，这个天气这么热嘞，受得了啊？以前这里应该住了好多人喽。啊，人嘞有人嘞。对了，奶奶，它那个下面一条老狗的那个腿为什么少了一截呀？前年用嘎子分两米嘎嘎。因为那个捕兽夹夹断了。啊。哎呦。嘎了就8米，前年能生个嘎子，他不是拖了个阶级回来呀。哎呀，夹了8天呐，但是这个狗都还能活下来，真的很厉害嘞。整个这里面就只有你们2个老人家了嘛？哎，刚刚我看到下面那个泥土房里面都还是有，好像有人住一样的。没在屋里。啊，也是出去了。去年在屋里打了1年树。哦，去年住在这里了。啊，打了1年树，去年是2月就不我们没回来。哦，去年12月份，那也差不多有7、8个月、8、9个月没在这里住了。那你们那个水稻是什么？全部用镰刀收割啊？哎。还是用那个有打谷机啊？还是什么？还是以前那个踩的吗？用脚踩的吗？用电。那还稍微轻松一点。还采午茶不？啊，不用，谢谢，这个水很好喝了，可以了，谢谢了。非常感谢你的热情招待。我给点你东西你都不要，这些工具都是做什么的呢？都是爷爷在用的。这是打豆腐的机子。啊，这是打豆腐的。哎。那你这上面有打米机，全套的机械设备都有。有。啊，全部是自给自足，真的是完全过农工生活了，好吧？我们下去吧。打谷机、打米机。打就我是打豆腐的机子。啊。打就牛啊，打草的机子。我的机子好多。那你们好能干哦！你这里又只养了牛，养了狗。哎。养鸡也养了。有鸡也有哎。鸭和鹅养了不？没。就是吃鱼吃鸡。啊。就是鹅跟鸭，它会吃鱼。哎。然后呢，还吃稻谷。它们不能腐了，你这个。对。好了就完了。是的，所以就只能养鸡、养狗、养牛，养了羊吗？没。这个狗应该是那个矮脚狗，不是中华田园犬是吧？这狗不大，1只多。所有关于农业的机器一应俱全。是的，全套的工具一应俱全。跟你牛家草把草打烂家。啊，把草打烂给牛吃。这是你的厨房了。是的。这个厨房搞得好干净啊。干净不干净啦？还不错啦，80。这个洗衣机还有用吗？用的。这个洗衣机是坏的是好的？好的嘞。是好的。也是爷爷自己搞上来的。不是嘞，一下子别人买的那个嘞。别人给你们弄上来的。有什么我们要帮忙的吗？不用。要帮忙我们给你帮忙没关系。不用。那你们2老的话，应该有兄弟姐妹吧？有哎。那应该有外甥啊，有侄子了。我都有。那他们逢年过节应该还会过来看一下你们呢。哎。你80多岁了，你的听力、你的走路各方面都还很好哦。不好哎。那好吧，我们回去了。我刚刚要说给你点东西，你吃的你又不要，我们就回去了。不用。谢谢你的热情招待。我还没的什么东西，幸好之下。不用，太客气了。那你一个人在家注意安全身体健康长寿。那好，奶奶打扰了，再见。奶奶拜拜。没想到这座大山就只有2位爷爷奶奶在这里居住了，而且爷爷都86岁了，还要冒着酷暑去山里面干活。那我就在这里祝这2位爷爷奶奶身体健康吧。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，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
我们现在下山了。刚刚跟奶奶说过，我们要跟她把这个铁门关上，防止她的牛出来。因为老人家下山不容易啊，这么远的距离。再用点力，来，用力，抬起来，抬起来，往上抬啊！对了，再抬起来。要防止它的牛出来。对了，再抬起来，再抬起来，再抬一点点，再用力啊！好，加油，再加油，好，可以了，这样子牛它就出不来了。好，这样子爷爷奶奶他们就不用再下来找牛了。主要是我看到这里有一个蚂蚁搬东西，我就害怕把它们碾死了。哦，看样子还有爱心。好吧，我们回家了。